香港的影人哈非常团结，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就凝聚力很强。邵宏导演，非常开心请到你来我的节目，因为你是我非常喜欢欣赏的一个中国的女导演。你的《橘子红了》《大明宫词》，还有你监制的《人间四月天》，我都非常喜欢。还有我们一起拍的《马可仕途城》。他不会的。为什么不会？我跟你打赌，我在这里长大的。哎，我很好奇，你拍很多女性的电影啊，那你想在你的电影里面传达一种什么样的美学？两种吧，一种呢就是让人们通过历史的故事，还有人物，还有包括现代的女性的生活，然后能了解到女人哈其实是传达这些审美的趣味，还有审美的情趣很重要的一个载体。是，而且呢是女人表达的方式都是用情感来表达，对，另外用情感去判断事物，他们是跟生活距离最近的人，还有就是具体的操制生活的这样子的性别，所以他们是可能跟美的距离是最近的。是，而且女性我觉得她跟生活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对呀，以前的女孩子可能不用有事业，都管家啦，家里里里外外啊，上上下下都得要去照顾的，这种就是很复杂的那种情感，是需要很慢的细腻的表达才能传达出来的。是的，我觉得就是想要了解自己，就得要了解自己的过往，然后自己的这种传统，还有自己的历史。我就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是的，是的。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变成我们？然后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社会的存在？为什么有这种文化的积淀？就东方的美学，我觉得我小时候在苏州学到很多的。就中国的传统那种美啊，比如说那种粽子啦、咸鸭蛋啦，你一吃那个菜，你就知道哦，什么季节到了。对呀，生活中有各种这样的美。我们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吹过树叶的声音了？我觉得还是要慢一点，就慢慢品。是的。那你怎么挑演员呢？演员就是我还是会去琢磨看这个人的气质，他的形态和这个人物是不是很相近。你最注重演员哪种气质？漂亮的，或者是他会演戏的？主要还是要会演戏。要演戏。一般要年轻的演员呢，其实我觉得你很难要求他像老戏骨一样，像你们这样的很有经验的人能演得好。但是呢，他身边需要有一个这么样有经验的人，能跟他一块对戏，他就可以把他给提起来。我比较注重跟演员交流，对，就一场戏一场戏的聊，演员讲他的想法，然后呢，我呢能够了解演员的想法，并且呢，我也可以去跟他们讲那个时代的故事啊，讲这个人物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命运呐，他的由来，就是我自己看到的这些东西，慢慢的渗透给演员。如果在现场啊，那个演员怎么都演不到你要的要求，那你咋办呢？办法很多，主要是看对方是什么样的演员，你要琢磨他。有的时候他要吃哪套，你就得想办法给他来一下。所以你得懂心理学。对，我觉得导演真的是要懂人，你对人一定要很敏感，就了解他是什么特点的人。从第一天就要准备一手，就万一他要演不好的时候，我使哪一招。但你选的演员都很会演戏，这是你首要的条件是吧？对，当时就看见你跟白百合站的那块儿吧，我真的好享受，这两个人选的太对了。然后我就觉得导演其实这时候是最幸福的。什么样的演员你是最不喜欢跟他合作的？比如说必须要在固定的时间里你要拍完我的戏，要不然不拍完我就走。这最头疼。你有合作过这样的演员？有。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哈，真正就演员投入进去了之后吧，他就把自己那个时间给忘了，而且也显得比较好说话了。反正我每次后来呢都是讲说商量怎么样，然后演员说没关系，都比较理解，因为他觉得就是你创作嘛，对吧？他也很希望把这场戏拍完，也希望不要被打断，然后明天来可能感觉就不一样。对，所以呢就还挺好商量。那你有遇过不好商量的吗？有啊，掉头就走了。
那你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就把他戏删了呗。那咋办呀？正好给我一机会，把这戏改了算了。然后我就跟他的经纪人讲说：“你走吧。”经纪人还很诧异地问我说：“那他还有好几场戏没拍完。”我说：“我觉得你们不太在乎拍不拍完。”对啊，然后他想说：“那我们还是挺在乎的。”我说：“你别在乎了，你现在就去机场吧。”我说我都觉得有腔调，不在乎。他说：“那这不是很损失吗？”我说：“你要是会觉得有损失，我觉得你也不会提这个要求。”是的，我跟你的合作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好的导演很严格，就对自己、对演员、对整个工作环境要求都很高。起码你来找我的时候，你完全知道找我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且准备功夫非常的丰富。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服装，你找张淑平，对，我们还问那个向太太。对对对，把那个年代的大姐大的那些衣服，对，我觉得他下了好多功夫。对的，对的，这些东西很重要，就是他慢慢的帮一个人物营造起来一个让人很可信，他自己也很觉得很可信的那种感觉。是的，是的。我们这么辛苦拍一部电影出来，如果观众觉得没看懂，那你会不舒服吗？会有看懂的，也有看不懂的，应该比较客观的讲哈。是，因为现在的观众的分界是非常明显的，从年龄层啊，还有城市，它的这个分别很具象。我越是那种作者型的创作哈，就越可能是它符合某一种人群喜欢，但有一些人群可能离他的生活的经验和感受就比较远，他也有可能会有距离感。但是我就相信，就是说，一定是有你自己的观众。其实有你自己的观众，这个是非常公平和客观的一个市场现象。你跟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他们都是同学吗？对对对，就张艺谋是摄影系的，凯歌、壮壮跟我呢都是导演系的，但是一届。哎，你会不会觉得你们那一代的导演真的为中国的电影创造了很多光辉的历史？那个时候电影刚刚开始复苏，文化也刚刚开始复苏，对，所以呢就显得比较突出。是的，也没别人。就你们这一代导演出来，电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质量啊、拍摄啊、手法啊、想表达的那些内容啊，都跟我以前看到的不一样啊。那倒是很有创作氛围，也很自由的给你去创作的那个时代。对，主要80年代是一个非常开放，而且呢，就是一个文化新浪潮的一个年代，所以那个年代确实赋予了大家很多的思辨的、宽松的环境吧，所以能让我们能够发挥出来。而且我们这一批的学生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呢，基本上都是从社会上来的，不是应届生。应届生有很少，2/3的学生都是来自于上山下乡过，然后去过工厂，然后当过兵，摸爬滚打的这么多年了之后，重新返回到学校。就是在国际上也是你们这些导演让外国观众看到了我们中国，哇，原来可以拍出这么美的一些电影出来的。它主要是很多年吧，就跟国际文化的交流基本上是断裂的。你像最早的一批电影在国外还是解放前的，20、30年代的中国电影，那时候其实跟国际的电影就差距不是很大。然后呢，直接呢就跳到了80年代，所以呢，大家对这个东方的文化的好奇心呢，文化的那个特色哈，就会反映的非常的强烈。在你那一届导演的学校里面，只有你一个女导演学？没有，很多9个。很多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去做其他的幕后啊，或者是这样的工作。女性做导演哈，确实是会在一生中遇到很多很多逾越不了的，比方说家庭啊、婚姻啊、孩子啊。方方面面，甚至于你像我们这一代的人，你还得自己找钱，是啊，然后你还给自己还要推销，还要给自己就反正处理所有的这种制片人的工作，那时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干。那这个工作量还有对一个人的要求承受力确实是太大了。我还刚刚想问你，做女导演有没有什么优势？没有任何优势。就是你，哎呀，我很累了，我有没有人撒娇啊？对呀，撒娇。到那个时候，都男的都跟你撒娇呢，哪的？是你跟他们撒娇，他肯定的一句话，谁让你做导演呢？
就那意思说，本来这事儿就不该你干，你要这样干，你就必须得坚强。所以这个职业会把我们训练得非常的坚强。所以你在现场会不会带了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情绪到现场？对对对，就是人对女导演有一种想象，其实都是误解。所以那时候去参加综艺活动，他都觉得是你最好是扮演一个硬壳导演。我说什么叫硬壳导演？他就是说要比较厉害。可是我说厉害，你要是跟演员厉害，他更不会演了。对，其实，在现实中不是那样的。是的，是的。哎，我知道你是苏州出生的。对，我苏州出生的。其实你也是苏州人哈。对，我是苏州人。其实咱俩这个真是还是挺有缘分的。很有缘分。但是呢，我真正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在香港工作。是的。香港的导演会，他们也有一些活动哈，我们都有互相的交流。两岸三地啊什么的，香港的影人哈非常团结，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就凝聚力很强。对，香港电影跟内地的电影创作上面很不一样。我们的体系哈是比较像苏联。就是像北欧的这种体系，是我喜欢的那种。对，就是你说的文艺片呀什么的，很文化的这样子的。香港的呢就比较偏于商业的，但是呢，其实香港这个制作的也有很人性的地方，就是跟那个真正的美国的工业哈不太一样。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到美国做学者访问的时候，就访问过吴宇森导演，他就特别头疼，他就觉得香港人拍电影就非常即兴，非常现场化。是，但是呢，真正的美国的工业电影呢，就非常的就工业化，你不能有任何改变。它没有灵活性，没有灵活性，他就受不了。他想说这个创作，他就是要有这个即兴的哈，为什么就不允许有即兴的？是，你觉得你偏向于哪一种呢？灵活好，还是按部就班？我就是得要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要综合一下。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创作你会有一些现场的想法，是，但是呢，对于拍电影来讲，你不工业化的话，也确实是很麻烦。有些东西你不要做好准备哈，你在现场改，对于制作来讲是会有很大的困难哈。为什么你不当导演呢？就很多演员都要当导演啊。我觉得导演不是那么容易当的。我曾经有一瞬间想过。因为做导演很威武啊，不怒自威啊，就现场每个人跟你讲的，哎，导演，就不敢很大声的讲话。但是我仔细考虑了一下，我觉得我根本没有资格当导演。我觉得我当演员，把我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已经很不得了了。我觉得导演必须要对天文、地理、历史、音乐、美学，还有心理学。你都得要懂，你还得要照顾演员的情绪，照顾工作人员的情绪，还得要自己去找钱。我觉得你可以啊，我不行。下次你当导演，我在你旁边。我不行，你放过我，我还是喜欢在你的电影里面当个演员就好了。和嘉玲聊完很开心。我和他都是对生活和美保有热情和思考的人。每刻每日的时间不断，但没有一天的生活是重复的。就像每一片叶子都有它自己的纹路和美丽，只要去看，去感受，就能发现时光此刻和彼岸的美。枝繁叶茂和繁花盛开都一样，都是一棵树扎根深入的证据。如果有一些美在瞬间惊艳时光，那就有另一种美始终不声不响。传统的美之所以能够被感受，也许是因为美最终只源于一个地方，只需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上微博搜索刘嘉玲对照记，参与更多话题讨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